特斯拉公布了今年第二季的财务报表，数字看起来还不错，可是股价却应声下跌了12%。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总体营收。特斯拉第二季的总体营收来到了255亿美元，这是历史的新高数字，也走出了前一季的营收衰退，净营收重新回到了成长的轨道，而且还比去年的同期249亿增加了2.3%。那么，为什么营收创下了新高，股价却还跌得那么惨呢？我们必须来看一下，除了营收之外，公司有没有真的赚钱，也就是营业利益、利润率还有净利这3项。特斯拉第二季的营业利益是16.05亿美元，跟去年同期的24美元相比是减少了33%，但是比起上一季却是成长了37%。而在 operating margin， 也就是营业利率部分，来到了 6.3%， 比去年同期的 9.62% 来的退步，可是还是比上一季的 5.5% 来得好。最后来到净利部分，特斯拉在第二季的净利是 4.78 亿美元，跟营业利益相同，与去年同期来比的话是衰退，不过跟上一季来比较的话却是成长的。特斯拉第二季的每股 EPS 是 0.42 美元。从这份财报看来，虽然跟去年同期相比是大幅衰退的，但是去年的第二季其实是特斯拉营收算是相对高点，而且从去年第3季、第4季一直到今年第1季才算是今年的谷底。很明显的，第二季的财报已经从上一季的低谷走了出来。接下来是否会反转向上，我们可以再密切观察下一季的财务报表。不过，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看它的3大事业体目前表现的如何。你可以从这个圆饼图看得到，汽车业务的占比仍然是最大的，将近80%。今年第二季的营收，汽车业务是 198.78 亿美元，同样是比去年同期来的少，但是比上一季有大幅成长 14.39%， 看起来的确有走出谷底的趋势。除了汽车事业之外，最吸睛的是能源事业的营收。这一季特斯拉的能源营收来到历史新高的 30.14 亿美元，几乎是去年同期翻倍的成长。虽然这一季的能源事业创下了新高，但是特斯拉还是强调，这个业务的波动性其实是非常大的，不代表之后仍然会有这么高的数字。所以从财务面看来，我觉得特斯拉在营运上缴出了一张还不错的成绩单。汽车业务虽然比去年同期要差，但是已经走出了上一季的低点，而其他2大事业体，也就是能源跟服务业务都创下了新高。那么在看起来还不错的财报开出来之后，股价还会大跌，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可能原因。第一个，汽车的毛利率仍在下滑，特斯拉利用低利贷款或者是降价的方式吸收了更多的客户，创造了更高的营收，这点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点隐忧。第二点，外界对于特斯拉的预期过高，特别是寄予厚望的 Robotaxi 被延后了2月才有可能推出，而股价在过去1个月也的确上涨了相当多，从100多元涨到了250几元左右，所以股价的修正其实是相当合理的。第三个是中国的电动车仍然持续的进逼，对特斯拉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最后一个是马斯克个人的政治立场，他最近大力支持川普，而川普如果当选之后，可能会减少对于电动车产业的补助，这都可能是投资人担心的原因。不过，我想从几个方面来稍微支持一下我对特斯拉的看法。影片最后也会说说我可能会采取的行动。第一个部分是 FSD， 特斯拉正在逐步推出 FSD 12.5 版的更新，这被认为是一大进步。马斯克表示 12.5 的参数是之前的5倍，而且会把高速公路跟城市这2种驾驶模式正式合并。他认为目前大多数人都还不知道 FSD 有多好，他还预计到了今年年底， FSD 不需要介入的里程数将会大幅提升，明年就可以达到无人监督自动驾驶的水准。而随着 FSD 不需要介入驾驶里程的持续进步，未来的 FSD 将会从需要监督的版本进入到不需要监督的版本，但是这部分可能要看各国的监管态度来决定。如果你有注意到最近中国大陆的萝卜快跑自驾计程车的新闻的话，很有可能这块领域的监管程度会尽速的放宽，而且有几家车厂都表达了对 FSD 授权的兴趣。目前他无法透露谈判的细节，不过即使其他车厂获得了授权，也需要好几年时间才能够打造可以供 FSD 使用的车型。而马斯克希望这个授权量至少是100万起跳。最后，特斯拉也预估，在 FSD 12.5 版或12.6 版推出的时候，它会向美国以外的市场主管机关申请 FSD 的开放，
也许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 FSD 在台湾上路。之前特斯拉提供了1个月的免费试用，但是它并没有公布 FSD 目前的采用率的详细数字，只是表示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就代表很多人都开始在付月费使用 FSD 的自驾服务了。我在美国的几位朋友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都说非常的好用。而 Robotaxi 也是 FSD 的未来应用之一。当马斯克被问到未来的 Robotaxi 它的营运模式跟资本支出是什么样的状况时，他表示 Robotaxi 未来的营运方式会比较像 Airbnb， 车辆主要是由车主来提供的。这么一来，特斯拉就不需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付出很多的资本支出来营运 Robotaxi 车队。不过特斯拉也会拥有一部分的车辆，他认为大多数的特斯拉车主都很乐意把车辆加入 Robotaxi 的服务车队。我个人认为，马斯克对于这部分计划是有点乐观的。车主的意愿是一回事，但各国政府的监管却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有可能会对 FSD 的上路来让步，但是让私家车成为 Robotaxi 自驾车队的一员，会大大伤害当地的计程车业者。我觉得不太可能会一步开放到位。而 Robotaxi 的发表会从原本的8月8号延到10月10号，这是因为马斯克希望能够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而不是只是展出一些原型车而已。我仍然觉得投资人对于 Robotaxi 不要抱有太大的期望，把重点放在 FSD 可能比较实际一点。第二部分，我们来聊聊 Optimus 机器人。Optimus 机器人目前已经在特斯拉工厂开始了初步的工作，这代表它的技术已经达到可以初步应用的阶段了。目前特斯拉对于 Optimus 机器人的量产规划是这样子的：在明年初预计开始生产第一版的 Optimus， 主要供特斯拉内部来使用。到了明年年底，也就是2025年的年底，会有几千台的 Optimus 机器人投入生产，大幅提升产量。这里说的几千台机器人，可能是大幅超越原本预估的1000台，代表已经相对成熟了。到了2026年，第二版的 Optimus 将会量产，而且开始对外销售。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马斯克对于市场潜力的预估，他觉得全球的人形机器人需求将达200亿台。你知道200亿台是什么样的概念吗？全球的手机一年的规模也才10几亿只而已。由此可见，马斯克对于 Optimus 人形机器人的市场非常看好。从财报跟电话会议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特斯拉对于 Optimus 的生产能力是充满信心的。从一开始的数百台到现在的数千台，特斯拉的量产规模急速的扩张当中，而且它的应用场景也会逐步的扩展。初期主要应用在特斯拉的工厂，未来渴望拓展到更多的领域。量产规模的扩大，它的意义非常重要，代表着 Optimus 机器人的技术是相当成熟而且稳定的。200亿台的市场预估也显示人形机器人市场潜力无穷。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聊聊占比将近80%的汽车业务。这部分的消息是忧喜参半的。我们先来说说值得忧虑的部分。特斯拉预计今年2024年的汽车销售成长量会明显低于2023年，这代表全球的电动车销售都会相当的不理想。目前欧洲可能对中国输出的电动车课征额外的关税。关于这件事情，特斯拉表示，上海工厂仍然是目前最大的生产基地，所以特斯拉会调整他们的生产策略，把销往欧洲的车辆一部分转由柏林工厂来生产。在这个策略之下，特斯拉预期他们承受的额外关税影响会比中国电动车厂来的低一些。虽然汽车业务的营收跟电动车的销售量比起去年同期有所衰退，但重点在于这两个数字都比今年第一季有明显的成长，很有可能第一季就是今年电动车销售的谷底。而特斯拉的汽车业务在今年下半年有相当高的几率会逐步的回温，我们可以持续观察之后每个月的出货数量。再来说一些好消息，特斯拉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可能是第一季，可能是第二季，会推出他们的低价车款，也就是 25K 以下的车款。低价车款如预期的在明年上半年推出，这是非常正面的消息。而根据特斯拉目前的规划，这个低价车款可以使用现有的产线直接来生产，使得年产量可能在1年之内冲上300万台，这是非常大的优势，因为一开始就能够用较低的成本推出具有获利能力的车款，这避免了 Cybertruck 初期需要亏损来销售的尴尬场面。第二个好消息是，特斯拉在全球电动车的市占率在第二季重回成长的轨道 ，Cybertruck 的产能也达到了第一季的3倍，预计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可以转亏为盈。最后，在电话会议当中，特斯拉强调，美国市场有2/3的车主都是新用户，这会让人联想到苹果，因为这也是苹果非常强调的数据。揭露这个数据的意义，在强调市场还没有完全饱和，他们仍然持续的在扩增新的用户，
而不是依靠老客户来换车达到销售额。特斯拉的车子可能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马斯克说了一句话，他认为特斯拉的主要价值是在自动驾驶跟机器人。任何人如果不相信这个愿景的话，都不应该持有特斯拉这间公司的股票。简单做个结论，我还蛮认同马斯克对于特斯拉的看法。如果你认为自动驾驶跟机器人是未来的话，那么你就应该投资特斯拉，因为它是目前这两个领域的领先者。反之，如果你不这么认为，就应该放弃成为特斯拉的股东。我对马斯克本人持中性态度，并没有特别的支持或是反对他，但是我是蛮赞同他的看法的。我觉得长期看来，这边的长期指的是10年以上的周期，这两项产业也就是自动驾驶跟机器人肯定是未来的明星，而特斯拉是这两项产业的领先者。所以虽然我不太投资个股，但是我会用很少的资产去定期定额投资特斯拉，成为他的股东。以上的分析纯粹是我个人的学习心得分享，投资人千万不要当做投资建议。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下支影片见。